李木佳，女士，你们预约不能你别跟着我。李木佳，谁能跟我说一下李木佳去哪儿了？先冷静一下，女士。李女士，李律师，没事。李木佳，都是你给我出的馊主意。为了赚点律师费，先教唆我离婚，再怂恿我不要离，去搜集什么证据。现在好了，老王连生活费都不给我了。你让我跟儿子喝西北风去吗？女士，我们可以。你是来帮我还是来害我的？李女士，你有没有职业道德啊？李女士，之前你哭的时间我已经给你免费了，现在你闹的时间我必须如数计费。你怎么就知道计费？我投诉你！吴律师，吴律师，吴律师不在，那是他办公室，你看。那我还没处说理了是吧？有，你要投诉我是吧？投诉我去律协，我可以带你去。律师协会。走啊！走就走。你把钥匙给我吧，你不认识地方。进来，王总。怎么样？林小月那头也请了律师。我说怎么不愿意离婚？原来是背后有人给出主意了啊！还是金达的律师。谁啊？叫李木佳。李木佳。走了。您别担心，李木佳就是个低年级律师，我对付他绰绰有余。你知道这个小姑娘背后的人是谁吗？谁呀？李光。我的天，这么巧啊！你先去忙吧。哎，李总，哎，是我。出了点小状况。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啊？不是去律协吗？你不认得路吗？不去律协了，你就告诉我，你在哪家健身房、美容院、练歌房办过卡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没生活费了吗？总得生活下去吧。我只需要你把跟我耗的劲头拿出来，跟我一起去解决问题。律师是帮你解决问题，不是帮你排解情绪的。你不用跟我哭，不用跟我闹，我只需要你跟我一起面对问题，好吗？对不起啊，唐教练。啊，因为我要搬新家了，来上课呢就不是很方便，就想把卡退掉。林姐，咱们是连锁的，北京有好多家分店呢。您新家在哪儿啊？要不然我去找您。离这儿挺远的，在金龙湾那边。那太好了，金龙湾咱们那儿有店，还是旗舰店呢。其实还没定呢，我还在找。得拿了您的退费才能去租房子。唐教练，人都有难处的时候，具体原因您就别问了，退卡就行。行，那二位稍等一下，我马上去办。谢谢。木佳。你就给我留点面子嘛！我已经够可怜的了，他们一会儿肯定得在背后议论我。出了这个门，电话一删，谁都不认识谁，就别惦记面子了。你把你的伤心、委屈、眼泪全都留着，一会儿去美容院跟他们哭。我听同事说，他们家挺难搞的。哟，林姐姐今天过来啦，还带朋友来了。今天做什么项目啊？退卡。哎呦，林姐姐，您当初办卡的时候不都跟您说了吗？我们这儿退卡呀是要收取25%手续费的。您看您这刚没用几次，这不划算呀，是不是？你真当你自己是富婆啊？几万几万的往里充，你看现在要钱费劲了吧？哎，您这怎么了？这是，来，别哭别哭，有什么事您慢慢说。你别劝了，越劝越出事儿。这出什么事儿了，林姐姐？你们手续费的规定有写到合同里吗？有啊，您稍等啊，我给您找一下。
这儿呢。你看，我们这儿都写的挺清楚的，是不是？就这条。你这合同没有骑缝章啊？骑缝章，好像我们忘了盖了，回头我给您补一个啊。另外，消法规定，经营者不得以任何格式合同、通知、声明等方式，做出对消费者不公平、不合理的规定。我说，这位女士，您是来找茬的吧？我是林女士的律师，律师一般不找茬，律师一般直接起诉。不是，林姐姐，您看您怎么还带个律师来呀？您这什么意思呀？我遇到坎儿了呀！我林姐姐，当时被老公甩，我打死也不在你这充这么多钱呀！你都不给退卡？退，我给您退好吧？您看这来回来去的人，能不能不离啊？也不行，为什么？怀孕了，双胞胎。李总，你说这该怎么办？吴律师，怎么办？第一，尽快离婚；第二，一定要安抚好林小月；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第一轮融资成功的消息一点儿都不能漏出去。听到了？知道了。我现在马上就回家跟林小月谈这个事儿啊，你放心。告辞，告辞了。什么玩意儿？这事儿怪我，当时投王能量的时候忽略了他的婚姻状况。穆家很聪明，这事儿但凡他查到什么蛛丝马迹的话，一定会代表林小月出头。那样的话，股份就会被冻结，恒大就错过了最佳的上市时机。那我们尽量把工作做在前头，让他多赔钱吧。也只能这样，要不然呢？吴律师，有没有可能让李木家按咱们思路走？你觉得呢？没这可能。2张卡，退了5万多，够你生活2个月了，坚持住啊！谢谢你啊，穆家。你不用谢谢我，谢谢你自己，没有沉浸在自怜的情绪里无法自拔。加油啊！我加油，不拿到500万，绝不离婚。妈妈，饿了吧？妈妈给你做好吃的了啊。哎，爸爸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毛毛，哎呀，儿子，哎呀，亲一下。公司有个会临时取消了，我就过来接一下儿子。走了，回家。想爸爸没有？想了。毛毛，喝口橙汁，休息一会儿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别玩了。我不，我还想再玩一会儿。毛毛听话啊。毛毛，听妈妈话，上楼写作业好不好？爸爸陪你。好。来，来，小心点啊！哎，走喽，上楼写作业。喂，小月姐。李律师，王东亮回来了，孩子见到他很开心。那你也挺开心的吧？每个孩子都是爱爸爸妈妈的，欣慰吗？是啊，但我更多的是害怕，我不知道接下来要面对什么。我知道，对于他接下来说的话，你可以哭，可以笑，可以有任何情绪，但记住千万别表态。如果要做什么决定的时候，就说需要考虑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他来了，就这样。对不起啊，我让这个家散了。这几年一直忙工作，忽略了你跟毛毛，
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就这么大。刚才我背他上楼，差点没背动啊。为什么非要离婚？就这样过下去，不行吗？小月，我知道你请了律师，律师跟你说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公司的繁荣是表面的。现在原材料一天一个价儿，订单只要晚出货几天呢，就是一个赔。所有的贷款都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那怎么办？你别看我现在活得人模狗样的，资金链一断，我连狗都不如。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筹钱，搞一大笔钱去赌。如果赌输了，那就整个身家性命都要搭进去；如果不赌，咱们家恐怕这个月都挺不过去。之前我不愿意告诉你这些，是因为一，你帮不上忙；二，我也不想让你跟着担心。但是现在到了我必须选择的时候，所以我才狠心提出来跟你离婚。我得把你从危险当中给摘出来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还以为是……我身边是有人，一直都有。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，那些都是逢场作戏。你是我太太，还给我生了儿子，能比吗？我知道你不想离婚，对吧？但是咱们可以离婚不离家，咱们一切还照旧，你依然还是王太太，生活费我都给你，那100万我也可以给你，但是你记住，一定要存得好。因为公司一旦有了任何变故，这100万就是咱们全家的傍身钱，明白了吗？老王，那个……我知道，律师跟你说了很多，要让我考虑很多，对吧？可是咱们是夫妻啊，你给我生了儿子，我怎么可能会来害我孩子的妈妈呢？是一家人。秋月姐，你跟王东亮那边谈的怎么样了？除了100万的补偿金，每个月3万的生活费，他愿意继续付，还愿意离婚不离家，一切保持原样。林姐，我只提醒你一点，离婚不离家也是离婚，万万慎重，不要着急做决定。我昨天跟老王又深谈了一次，他愿意把补偿金加到200万，每个月的生活费给到毛毛18岁，房子我们也可以继续住。总之，一切如常。怎么会一切如常呢？你们之间没有法律保护了。那能怎么样呢？老王也确实有他的难处。我都跟你说过了，他公司一定是盈利的。他公司到底是盈利还是负债，我也不想追究了。我也不懂，我只知道，以后做好了，都是毛毛的。小月姐，不是你想的这样的。别说了，穆佳，
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争取权益，但就算最后这个钱我拿到了，这个家也支离破碎了。我要钱有什么意义呢？钱的意义是在你缺钱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的。你忘了我们去退卡的时候有多难？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不想变动。我跟你说实话，如果老王早这么对我，我根本不会找你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老王在骗我，在演戏，200万的补偿金加上每个月3万的生活费，真的不少了。我如果没跟他结婚，毕业之后就去找工作，我挣不到这个钱。你能挣到吗？目前挣不到，那就是了。你帮我拟协议吧。好。那我再问你一句，是他自愿加码的，还是你要求的？他自愿的。好的。哦，合同我已经给您改好了，发您邮箱了，一个字都别改。有任何问题您给我打电话。好。呀，哈哈。李总亲自来接我，我好有面子呀。你知道就好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你不开会啊？我们海外的律师呢，已经配合投行做好了竞标报告，而且最后一轮谈判是明天，不急的。那你叫我过来干嘛呀？见我。难怪你不叫金磊。谁是金磊？一个男的。别看了，这个项目应该没什么问题。看看。啊，再有一点，明天呢是最后一轮谈判，你要帮我一个忙，想一个理由，提出来投资款呢必须是在1个月以后才注入，不管对方什么态度，不管我说什么，你要配合我，一定要表现得强势，因为你是操盘手，你怎么说我怎么做。这个婚姻状况没写啊？没写吗？就写了离异。你记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个离婚案？那里面也牵扯到了融资风险的问题。男方为了离婚案，非说公司亏损，还造假财务报表，实地一看就知道这家公司不仅运营正常，而且利润非常可观。所以我认为，尽职调查不仅应该调查业务、调查财务，也应该对创始人的婚姻状况有所了解。打个比方啊，如果说创始人在离婚的时候给了妻子一份虚假报表，但事实上这家公司发展前景非常好，妻子一旦知晓，会不会申诉？会不会申请冻结股权？会不会影响你们下一步投资计划？尽快离婚，一定要安抚好林小月。第1轮融资成功的消息一点儿都不能漏出去。魏方舟啊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尽快的帮我查一下紫薇园林创始人的婚姻状况。我回酒店等你消息。谢谢。字面上看没问题。李总，创始人半年前就已经离婚了。离婚之后呢，前妻去了美国陪读，跟国内的联系比较少了，所以没有查到什么有用的信息。不过我旁敲侧击打听了一下，他们是和平分手，而且都发了微博，祝福对方幸福。我觉得离婚时间短就是一个问题。那怎么办？明天签约吗？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前妻，看看她什么反应。那更不行，咱们有保密协议啊。传闻不算是透露。前妻电话有吗？有。你给我，我来打。我不是尽调小组成员。
喂，您好，是胡太太吗？我跟胡总已经离婚了。您是？我是新一财经的记者。我们听说紫薇园林将获得一笔5000万的投资，我们想采访一下创始人夫妇。5000万？您不知道吗？不是说融资很难，风险很大吗？您先别着急。这个情况应该是不会有。投资人们又不傻，他们肯定是看好了紫薇园林的前景，做完了全面尽调之后才会做的决策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有点忙，先挂了。肯定有问题。占线。打不通。我个人认为有2种可能。第一种是这个胡总对于紫薇园林的未来不太自信，所以在融资之前先把妻子和孩子摘出去。第二种可能就是他太自信了，觉得自己肯定能赚大钱，所以就骗妻子离了婚，自己好改其意志。尽调报告我看了，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。把明天的签约取消掉，明天一早我们飞回北京。好。哎呀，男人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，对自己枕边人设局，别犯事了吧？李木佳，今天立大功了。叫我来叫对了吧？是，赶快回北京去跟剑球去邀功去。走了。干嘛去啊？带你去个地方。